观之道为实者，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知友小关，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去医院看病时，医生常常会让我们把舌头伸出来，因为舌诊是中医望诊的重要指标。人体内脏若有病变，也可以非常直观地反映在舌头上。可以这么说，舌头就是一份随身携带的活体体检报告。学点舌诊，小病不求人，一旦出现大病病灶，第一时间就能自查发现，及时就诊，能避免酿成大祸。其实五脏在舌头均有反射区，舌尖是反映心肺疾病信息，舌中是反映脾胃疾病信息，舌两边是反映肝胆疾病信息，舌根一般指下焦膀胱肾。如果屏幕的你是一个讨厌去医院的人，那就跟着小关看下去吧。正常的舌头有两个指标，一个是舌头的颜色，一个是舌头的厚度和大小。大家不妨对着镜子伸出舌头看看。正常舌头颜色一定好看，一般是淡红色到浅粉红色，如果太淡或者发白，就是有寒或者气血不足；如果发红或者绛红，就说明身体有热；如果发暗紫色，就说明有淤血。正常的舌头厚度和大小要适中，舌头太胖大说明脾虚，有齿痕就是脾虚的加强版，脾湿。要是舌头太瘦，说明气郁，又瘦又薄，说明气血不足。如果舌头上出现斑点、瘀点，就是淤血；如果舌乳头明显增大红肿，就说明有热症。还有舌中间出现裂纹，就说明脾胃活气不足。除了看舌头的大小和颜色，还可以观舌苔。舌诊是医师诊断疾病、观察病情、决定治疗、评估预后的重要依据。接下来就跟大家具体分析一下舌苔不同的颜色以及不同形状所对应的病症。一、白苔。白苔除可见于正常无疾病的人以外，多见于轻病、病症初期以及疾病的恢复期。疾病早期或局部病灶，未影响全身的局部病变，如青春期甲状腺肿大、外伤、足癣、没和气，早期的乳房癌、子宫颈癌等。二、黄苔。以病理学来看，黄苔多半与炎症感染有关。各科急性传染病，如流脑、乙脑、钩端螺旋体病、伤寒等严重阶段，以及重症肺炎、重症肝炎、肠道感染等，均会出现黄苔。感冒发热若见此舌苔，可伴有口干、喉痛、咳嗽及黄痰等症。中医称之为风热型感冒，发热最短者2天即出现黄苔，所以发热与黄苔也有较密切的关系。治疗时应以清凉药为主，避免刺激辛辣食品及补药，以免火上加油。三、灰黑苔。主要是舌丝状乳头增殖变黑所致，黑苔的色泽可有棕黑、灰黑、焦黑直到漆黑等深浅不同。若出现紫苔，一定病期较长，病性比较复杂严重。在出现黑苔的患者中，有一半病例是各种炎症感染所引起，包括肺炎、肾盂肾炎等。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失调也会造成黑苔。某些重危病人，慢性病内脏衰竭，如肝硬化晚期、肝功能严重损害、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各种晚期癌症患者出现黑苔，这是病至极期的表现。当然，黑苔也不一定就是病重，不注意口腔卫生和不经常刷牙的人，有助于霉菌的生长，即舌乳头角质层过长形成黑苔。经常吸烟的人，烟熏或烟草中的化学物质刺激舌上乳头，也可诱发黑苔。常吃中药也会导致黑苔，那是药物沉淀染色，停药后就会好转。四、齿痕舌。齿痕舌出现在脾虚、气虚的人群中，在肝气不舒的人中也很多见，尤其是妇女，
经常会出现头胀痛、咽喉有堵塞感、睡眠不好、爱生闷气、爱发脾气等症状，这是肝气不舒的表现。出现齿痕舌，尽量不要吃生冷瓜果和冷饮，因为会损伤脾阳，导致水湿更重。也可以泡玫瑰花茶喝，每次3朵即可。5. 裂纹舌。辨舌之治本书中认为，平人之舌无纹，有纹为血衰，裂纹多少深浅，反映血衰之甚微。舌中间的裂纹非常明显，甚至分出好多叉，变成各种各样的裂纹，说明你的脾胃功能差，脾胃气不足，无力生发舌苔，把舌中沟补上，所以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裂纹。6. 歪舌头。舌头歪斜多半是中风的前兆，往左边歪偏向于血瘀，往右边歪偏向于气滞。中老年人，尤其是体型肥胖的父母，如舌根部发麻、食指、中指发木，这多为中风的先兆，由脑缺血引起。遇到这种情况，请一定要尽快去医院就诊。7. 瘀点舌。更年期的妇女，如果舌头两侧多见有淤血点，并伴有情绪急躁，这是机体内分泌代谢紊乱、色素沉淀所引起的。这时可以服用一些疏肝理气的中药，如疏肝丸、逍遥丸等，可较快取得疗效。8. 舌下青筋。舌下有2条静脉血管在静静地流淌，正常情况下，这2条静脉血管隐约可见，或者完全看不出来。但是当身体有瘀滞时，气血循环不畅，舌下就会爆青筋，此时要防范心脑血管疾病。9. 舌灵活度。正气虚弱的人和阴经匮乏、肝风内动的人舌体会抖，正常人的舌头是很灵活的，如果把舌头伸出来都很费劲，要慢慢的很吃力的伸，这就说明正气已经大伤，甚至病重了。知道舌苔颜色象征，我们便能自行诊断病势吉凶。如果舌苔由白转黄，表示病邪由表入里，病情由轻转重，性质由寒转热。反之，舌苔由黄转白则是好的现象。然而，有些情况会影响我们对舌苔的判断，造成假象。那么我们什么情况下不能看舌象呢？有几点要注意。第一，注意不要被染色。正常的舌苔颜色是淡白的，当它颜色一旦变化了之后，说明身体内发生了变化，这是有诊断意义的。一定要避免人为的改变颜色，不要吃橘子汁、喝浓茶、喝咖啡、吃有颜色的东西等等。第二，不要晨起看舌象。晚上躺着睡觉，血液循环慢，湿气就会反映出来，所以早上起来观察舌象，往往是舌质颜色浅，舌苔会变厚且干燥，但其实这些都是假象，并不能反映人一天的身体状况。第三，尽量不要在饭后半小时内看舌象，因为吃饭时舌头充分地参与了食物的搅拌和咀嚼，血液循环加快，血液就会特别充盈，这时候舌质会变红，且舌苔会有磨损。第四，尽量不要在有色灯光下看舌象，有色的灯光会影响我们对舌色的判断。望舌最标准的光源是间接日光，就是在建筑物的日光的阴影里面，背着阳光的一面看。人的舌头还与心脏有着密切的关系，如舌尖属心肺，舌心属脾胃，舌根属肾，舌两旁属肝胆。因此，经常运动舌头可加强内脏各部位的功能，强身健体，延缓衰老。节目的最后，小关再为大家介绍6个舌头运动的小妙招。1. 舌抵上颚。静坐闭目冥心，舌尖轻抵上颚，凝神静气，调和气息，用舌尖轻轻抵住上颚，再用舌尖在上阴颚处正反转圈各36次。当唾液充满全口后，分3次咽下。咽时要密密有声，直送下丹田。长期练习，五脏邪火不炎，气血流畅，百脉调匀，有益寿的作用。2. 赤龙搅海。
用舌尖舔磨内侧齿龈，从左至右，由上至下，紧贴上下牙龈转圈，正反各36圈。然后再用舌尖舔磨上唇颊侧和下唇颊侧36圈，顺序同上。当唾液充满全口后，分3次咽下。长期练习可以固齿、健脾胃、清身祛病。3. 鼓漱滑齿。口唇轻闭，舌在舌根的带动下，在口内前后蠕动共36次。当有津液升后，要鼓漱有声。唾液充满全口后，分3次咽下，并用意念引入丹田。此谓玉液还丹。此法玉液灌溉五脏，润泽肢体，久之身轻体健，步伐清洁。4. 赤龙吐心。把口张大，舌尖向前尽量伸出，使舌根有拉伸的感觉。当舌不能再伸长时，把舌缩回口中，一伸一缩共36次。唾液充满全口后，分3次咽下。长期练习有利于五脏，甚至可以回春助炎。5. 张口结舌。张大口，伸长舌，口中有津液生成后，可仰头咽下，心中默数81个数后收功。长期锻炼有通气、消食、助炎去皱之效，对面部神经疾患也有疗效。6. 揉搓舌柱。先将舌体向上翘起，以暴露舌柱，再用一手拇、食指、2指端伸入口内，捏住舌柱做轻轻揉动，片刻即止。长期锻炼具有疏通心络、清热生津的作用。练舌保健法每日早、中、晚各做1次，久之可加强内脏各部位的功能，使人容光焕发、健康永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